这期就把之前提到那个前任彻底结束哈。上回是说到我是因为前任的一些简单的主动就彻底沦陷，因为恋爱脑，甚至忽视了一些本该重视的点，比如说性格啊、价值观啊，以及一些身体健康等等。这里还是要说一声抱歉啊，因为上一期我说艾滋病并不可怕，还是有一些偏颇的，真的会有一些担心有人会因此不注重保护自己。这里就强调一下，艾滋病是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的，甚至还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以及心理健康问题。所以说，请务必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重视风险。因为我之前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艾滋病防治志愿者，看到的令人惋惜的案例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说，真心的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当然，我去做这个志愿者也是因为他了。因为当时我虽然对艾滋病了解一些，比如说传播途径啊、U 等于 U 的概念等等，但是日常接触的话还是第一次，就自然的想多去了解，比如说一起生活时的注意事项并且还要学习更多的相关知识，了解爱友这个群体等等但结果就是他并不能配得上我做的这些。不过好在，当志愿者本身就足够有意义，所以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当时他第一次提出分手之后，虽然我们没有名义上的真正分开，但是距离感是拉开了一些的。就是我想当时没有分开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是他遇到我这样一个对艾滋病包容度非常高的人，可能不那么容易。至少事后我的朋友听说我曾经跟一个艾滋病交往的时候，都觉得我是有点疯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当时觉得我很有趣，就是虽然我性格是有一些内向的，但是我每天都会阅览大量的信息。几乎了解当下全部的梗跟一些时事新闻，而且还喜欢尝试各种各样有趣的 APP。他就是靠我也能获得很多的信息，经常问这问那的。就是现在一看，感觉就是有点被当做工具人了。而我当时是觉得自己是被欣赏的，还能靠自己的一些特质去吸引对方。这种被认同感对我来说是能带来极大的安全感的。就是我还就开始变本加厉的阅览各种各样的信息虽然就结果来说对我是有好处的，但是还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不值在里面。其实我早应该发现一些问题的，就是我总是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一段关系中的下位装修时被当做免费的劳动力也好，平日里被当做工具人也好，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觉得自己是被需要了而开心通过牺牲自己的需求，只是一味的去讨好，而这种通常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我也是直到谈到第四任的时候，也在开始学会开口表达自己的需求。虽然最终也是分了，但感情质量好歹还是提升了，至少我认为。而我越是这样卑微，他就越不遮掩，乃至直接跟我提出了开放关系的需求，就是他希望我俩是生活在一起，但是他要不停的跟别人出去上床，而这个别人还是不固定的。他应该知道我是不能接受的，但他又觉得我会接受。而我纠结了很久之后，居然也说出"你记得回家就行"这种屁话。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在爱自己，更何况本身就有一些缺爱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做不到爱自己的情况下，往往就在提前酝酿一个悲剧，除非你是遇到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给你爱的人，但这种概率实在是太小了。其实我也不是很希望把缺爱归结于原生家庭之类的，但是我咨询过心理医生后发现，其实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即便我十分的清楚我的父母打心底是爱我的，但在我懵懂的小时候，我所经历的打压式的教育、被强加的思想以及沟通的缺乏，导致我接收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条件的爱，要先付出才会有正向反馈。所以说这些也就慢慢的形成了我的潜意识。所以说，在我渴望有人陪伴、渴望被爱、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我所曾经缺失的东西的时候，我的潜意识就会让我不由自主的开始行动，比如说放低姿态的去讨好、去赔钱。而我那个时候大概率其实也不是想找一个对象，而是想找一个爹妈来爱自己。就苦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熏陶嘛，就是我的父母确实是那种不太会表达爱的那一类。其实我的父亲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感性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是非常的坚强勇敢的那类人。但我真切的体会到他们的爱，反而是在离开他们之后。一方面觉得有些晚了，是因为我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寻找爱的。另一方面不算晚，是因为至少现在我是清楚的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有家可以回的。这也让我更加有勇气的去做出下一步的尝试。其实成年之后，我跟父亲的和解、跟母亲的沟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是真的是这段过程让我自己也变得逐渐完整，让我逐渐的学会去爱自己。所以说，我觉得这段经历还是很有意义的，有机会可以拿来说一说。但当时就是因为不知道爱的形状是怎样的，所以说别人一旦对我表示关心或者说示好，就会误以为那是爱，把自己压抑的情感需求一股脑的投射出去。所以说，跳出缺爱的禁锢，我觉得应该是获得爱的必经之路吧。就像无知的时候遇到了男人 A、男人 B，其实是经不起分析的。除了部分对外在的偏好之外，他们身上好像也真的没有什么吸引我的特质。等到遇到了男人 C、男人 D，才能学会撇开一些旁枝末节，关注真正吸引我的部分，然后也开始关注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真的很不希望自己是通过一点点的试错得来的这些总结。也说不上浪费感情吧，毕竟感情的初期都是美好的，自己也获得了快乐，只是希望自己爱人的能力不会因此被消磨掉。我说这些，算是做一个先前的总结吧，但其实也是为了给接下来自己的一些离谱的行为做找补。当时他提出了开放关系之后，我表面上虽然是同意了，但是这段感情确实也在加速的分崩离析。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由职业，就跟其他的几个自由职业的人一起合租了一间小办公室。然后当时我们白天就是一起上班，晚上偶尔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出去玩干什么的。但是后来频次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就是那个开放关系的问题。而最终分手的导火索就是有一次我们正在超市买菜，准备晚上回去做饭，当时正逛着呢，他就突然对我说：“我送你回家吧，有点事儿。”我当然明白是他去干什么，但是我当时真的十分珍视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做饭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但我那个时候还是不会提要求，只是说哦。但哪怕现在想想，那开放关系是不是也应该读一下空气跟看一下世界？我当时不是很懂开放关系，虽然现在也不是很懂，只是觉得好委屈，鼻头发酸的那种，所以说表情控制的不是很好。我想笑着表达理解，但是真的做不到，所以说嘴角有一些抽。他却是笑着看着我，甚至在他的眼里，我好像看到他对接下来的约炮好像很期待。然后看到我这么纠结的表情之后，他就开始变得有一些尴尬，就好像我的表情扫了他的兴致一样。就是送我回去的路上，我坐在电动车的后座嘛，他在前面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还是直接对我说：“我们还是分了吧。”我只是回答：“嗯。”他坦白说，对我没有生理上的喜欢，但是觉得我人还不错，所以说维持这段关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开放关系。我没有回答，因为我觉得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开放关系而已，哪怕他自己还是一个艾滋病的携带者。而且我觉得这些话还是有些伤人的，就好比你一个非常真实的朋友对你说从来没把你当做朋友一样。就是我突然就有些绷不住了，就是还想着憋着不去失控，几乎就是颤抖的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去。他却说约好了。我当时真的就有些不明白，那个就真的比快要破碎的我还要重要，再加上长期一直以来的压抑，就还是哭了出来。然后我就听到他无奈的叹气，就说那还是不去了，开始调转车头。就是我觉得他每一个动作那个时候都充满着被扫了兴的不满，所以说我当时还是拒绝了，我说不用，你把我放下吧，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你不用送我回家，我想自己走走。就是显得很有骨气，但其实只有那么一点点。毕竟那种怜悯式的就范，我是绝对不会要的。毕竟如果要是接受的话，真的是会恶心一辈子的。而且在他把车停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摆好了一张笑脸，目送着他离开。他离开的时候，感觉也像如释重负一样。但是他后来还是做出了让我恶心一辈子的操作。虽然当时就是分手了，从第一次见面是1月份到分手5月份，4个月都没有。但是感情对于我来说是有惯性的，立刻舍弃这段关系对于我是很难做到的。况且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想方设法的想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感，哪怕是虚假的安全感。当时我也是只有几天没去见他，想冷静一段时间就好了的。但是比较过分的是，他是会不停的给你发消息的，说什么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有些不习惯，然后还打电话给你说想念你之类的。我就又被拉回去了。我看着他之前送给我的花，就是已经枯萎干瘪了，最终还是没有舍弃丢掉，还是放在窗台。
然后又跟路径依赖似的还想贴回去，并且做了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个决定。之前说过他有一个小产权嘛，是上下2层的，楼下有一个1房1厅，楼上是一个2房1厅再加一个天台。当时我的房子正好就快到期了，然后开始找住处。他知道之后就提议说住在他的楼下，正好他那边离上班的地方也近，再加上平时说什么还可以互相照应，我就同意了。正好付给他的房租还可以相对少一些。我真的宁愿相信自己是为了贪图那便宜一点的房租，也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被这样结结实实的恶心到。情况是我搬到他家楼下之后才发现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段时间已经没住在一起了，而且我们同居的时间确实也不算多，所以说没有发现什么端倪。然后住在他家楼下之后，我发现他是近乎以一个疯狂的频率在约炮的。虽然我在楼下加装了门，但是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不同的人上楼的声音，有时候还有很多人。更过分的是，他有时候第2天还会叫我跟他的炮友们一起去吃早餐，然后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上去，因为我怕拒绝会显得自己有些在意。但他是知道我对他还是留有一些感觉的，只是我搬过来之后已经觉得越来越不适了。而我想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他又会过来示好，拉近距离，就真的有些折磨。我认为他是会在这样的游离的关系里乐在其中的，因为他好像喜欢以相同的手段玩弄他人的感情。但不幸的是，有的人就很吃这一套，只是如此这般下来，反倒是我这种人积攒了很多的愤恨以及怨毒，就需要引爆之后才可以清醒。导火索是一次我们打完羽毛球之后，晚上还有时间，他就邀约另外一位我们的共同好友去他的天台喝茶纳凉。谈话期间，他就夸赞对方的球衣好看，想要试穿，然后那个朋友就把球衣脱下来给他试穿，自己打着赤膊坐在那边。他穿上球衣之后，又开始夸对方的身材性感，就顺势跪在地上舔别人的乳头。就是太过自然了，以至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还是很懵的状态。那位朋友也立刻尴尬的想要穿衣服，还看了我一眼，神情非常尴尬，因为那位朋友还是知道我对这个鄙人仍然留恋的。然后我就由懵逼逐渐变得窝火，甚至开始有些耳鸣，因为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无论是从感情层面、自尊层面，我都完全没有被尊重。我先前所有关于这个人的部分都成了一个笑话。这个时候他应该都没把我当做朋友，甚至没有把我当人，而是当做空气，而我只能故作镇静的当做无事发生。谈话结束后，我就什么也没说，就回到了楼下的屋子。回去的时候看到他的屋子里自己曾经用心装饰的那些家具啊，就感到无比的恶心。组装他那个破床的时候，我还伤到了自己的手，现在都已经不知道承载了多少下作的欢愉。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好脏，包括我自己。我到楼下之后就立刻去洗澡，因为觉得浑身都不自在。然后在楼下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我说我准备搬走了，这个房子你可以挂出去了。他就很茫然的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觉得恶心，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跪着舔别人的私处的。他说他只是把心里想的去照做了，而且周围没有什么外人，就没什么不妥。我当时真的就一时语塞了，他是不是觉得没有把我当做外人，我会因此觉得开心啊？然后我也突然明白了，他这种人是不会共情的，他压根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不会知道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多说无益，我已经转化成了愤怒了。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对着电话那头吼，想把我积攒的愤恨一并全都发泄出来。我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我喊着我说你就他妈像一个狗一样的畜生，只能当一辈子用鸡巴思考的东西。他依旧不理解我的愤怒，但是我已经释怀了，我只想发泄，因为他如果理解的话，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我继续输出着我认为最狠的词句，我说我多希望被车撞死的不是你妈，而是你，然后喊着让他滚。他还好意思下楼敲我的门，我却没有理会，还是喊着让他滚远点。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我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无辜。毕竟我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他的立场的，毕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我骂他其实更多的也是骂自己，骂自己的无能，骂自己的软弱。
骂自己瞎了狗眼，到现在才能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然后我第2天就找好了房子。我来深圳6年了，搬了10次家，这次是我找房子最快的一次，因为我当时希望以光速撤离。之后我就删了他全部的联系方式，他也只会在我的咒骂中出现。他现在就是一个我完美的发泄对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空椅子疗法的东西，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搜来学习一下。就是对我来说，把他当做发泄对象就非常合适，哪怕是游戏打得糟糕了，我也会拿他来发泄。毕竟队友的是什么情况，你可能不尽可知，但是他我知道是一定可以拿来骂的，反正最后也不会有交集，骂就完事儿了。后来一个跟他的共同好友，不知道为什么也想不开，喜欢上了他。就是这个世界很不合理的一点，就是那些从内扎到外的人，反而容易在感情上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往往自信而且自得。所以说，在一些情感掌控力不强的人眼里，他们就往往充满着吸引力。所以说我那个朋友自然也是被吊得死去活来，然后找我哭诉，而且他甚至还不知道 Dyson 是 HIV 携带者。所以说，还是希望看视频的各位朋友可以心明眼亮，并且一定要注意安全。当然，也欢迎来到我们深圳258艾滋病防治志愿者协会做定期检测，检测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参与调研还有礼品。深圳类似的机构很多，我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去带路。最后的最后，我希望以这段文字来结束就是要学会放下对完美伴侣的期待，学会爱一个普通而又具体的人，互相迁就才更长远，双向奔赴才有意义。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当知足凌驾于自卑之上，幸福将贯彻一生。算是我今后的一条行动准则吧，与君共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